Hello，你好，我是 Dustin。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R。好，那分析 ESR 会主要专注在 Verbal 身上。好，那第二方式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教 ESR，同时你也有教一个这个考场上主观的问卷，对不？会先根据 ESR 上的这个客观资讯去分析。接下来，如果我觉得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或者是我觉得数据写的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们再回来去参考你的这个问卷的回答，去把这个资讯补强，这样我们的分析就会最完整，而且不会串在一起。先客观再主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R。好，那首先第一数学的部分，你目前这次是49分。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让整体的分数到700以上的话，那我们最好到50或51分。数学50 ，Verbal 34分就有700分以上的成绩。数学如果更低的话，像49分的话，那我们 Verbal 可能就要到537左右才会有700分的成绩。而且我们可以注意的最硬的地方。第一页最下面的 summary 的第二个小点，它有特别提到说，你的总分是由这两个科目的分数计算，其中特别强或特别弱的科目会更严重的去影响你的 GMAT 分数。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数学已经走到了很强的时候，让它变得更强，会对你总分的加权越大。所以这部分我会建议你接下来数学准备至少还是要占每天准备时间的1/3。好，那当然更详细的点，再麻烦去请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数学教学者 KH。那我们再往下看，当我准备写到 Verbal 的时候，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中间划过第二页的 IR， 的部分很明显，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接近放弃了。那我想，如果这个是你一开始第一个考科，你应该不会这样做题，所以这比较像是最后一个考科，而且这比较像是你可能前面的心情就已经崩盘了，心态就已经不好了，所以呢，这边就打算整个放弃掉了。那我不确定我猜的正不正确。那我想更进一步知道你考试的顺序，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又更建议你之后调整考序，你就可以让 IR 跟 AWA 先考。其实让 IR 跟 AWA 先考有蛮多好处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IR 里面有一些计算的题目选字。那如果你先做 IR 的话，去暖身你的数学计算跟暖身你的阅读能力，所以我会建议下一次可以调整成 IR 先考。这地方这边显示的是你各科的能力值，根据这个能力值 SC 57个百分位，它所对应到我们平常要做的练习，就是用 OG 或者是 OV 里面中难度的题目，请你重新总结过2遍，再去对高难度的题目总结过1遍，而不需要去做低难度的题目。但是 CR 跟 RC 分别是20百分位跟9百分位，那我的建议就会是低难度的题目重新总结过2遍，再上中难度的题目跟高难度的题目再重新总结过1遍。好，当然也是针对 OG 跟 OV，SC 中难度练2遍，再上高难度。CR 跟 RC 都是低难度练2遍，在中难度跟高难度各1遍。这些都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做 PP。那在这个报告的下面，同样也是第3页，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型的单题平均时间。CR 是在正常 ，CR 标准的时间应该是2分20秒之内，而 RC 有点偏长 ，RC 应该要在1分40到1分50秒之内，但你的 RC 很明显这个时间是超时的。SC 也是偏长的 ，SC 正常来说应该要在1分10秒到1分30秒之内。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你的整体的 pace 有失控的话，你就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你在做 SC 跟在做 RC 的部分是没有效率的。那你接下来在做 RC 跟 SC 练习的时候，就应该要回到我们的4阶段准备流程里的第2阶段，也就是时间控制、逐步显示，并且回去讲义复习的时候，就要去针对你最不熟的环节去加强别的地方它显示的是你各个题型里面的子能力，到我们或者是 OV 里面题型的那个能力分类。我必须要讲，现在看到的数据我先跟你解释，但是它不一定是真的。后面做的不熟，或者是有些题目它可能没有时间做，会被这个数据所影响。比较弱的叫做 analysis 跟 critic 类是属于 office 题、fraud method of reasoning 还有 argument evaluation 这几类的题型。等一下，如果确定这个数据是可行的话，我们就专门挑一起去复习讲义，去挑这种系统题型针对性的练习，当然搭配我们刚前面提到的难度。Stated idea 的表现比较弱，所针对的是 main idea 题跟 supporting idea 题。边 Graham 它所针对的8大分类里面分别是 agreement、diction、grammatical construction、verb from 动词形式嘛，对吧 ？parallelism 跟 idiom。好，那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数据非常有可能会被扭曲、被污染，说题目是没有写到的，或者是就算有写到，但是猜完的，但是或者是你虽然有写，也不是算是用猜的，但是你真的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那这个地方数据我们就不可信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紧接着看第5页的地方来看，到底有没有这种情形发生。我们在看第5页的时候可以发现几个讯息，第一个。你的时间分配很明显是扭曲的，正常的 pace 应该是17.5分钟、17.5分钟、15分钟、15分钟，也就是说前2个阶段大概会是1分50到55秒每一题，而后2个阶段会是1分30秒每一题。那你很明显在前面花了大量的时间，而让后面最后一个阶段是崩盘的。而且我也注意到最后一个阶段的正确率这个数字不太正常，因为正常来说最后一个阶段有9题，应该是会有8题会计分，但是这个比例不像是分母是8的分数所算出来的正确率比例，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第6页，结果发现说。在第6页 summary 里面的第5点，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考试你有3题根本都没有做到，但我就完全不知道这3题到底是 SC、CR 还是 RC， 对不对？那再来，就算撇开这3题，最后一个阶段的9题里面，剩下有在数据里的6题，其中有你只对了1题错了5题，而且那错的5题很明显，你的做题时间只花了大概30秒左右。那你跟我讲30秒，他能有办法去思考吗？其实也很难去思考，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知道，在你前面好好思考的时间是你的正常可以好好思考的时间是2分到2分半左右，到最后只剩下30秒的题型。最后做对或做错，不能反映你的能力。搞不好这5题错的里面有很多是你，有很多其实是你就没有时间做，所以做错，或者是有些题目你做对，可是因为只是因为你刚好又蒙对了。我们说这个报告里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有写到的错了这5题，时间非常的少。我们刚刚讲的题目错不一定代表你的能力差，还有没有出现在这个地方的3题写到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几题。必须要说很可惜，这一次的 ESR 我们不可以用页的数据来判断你的强弱项。如像 CR 这个地方，如果你一道题目最后33、34、35、36没有写到，对不对？那如果里面有 CR， 那如果你最后改那5题没有1道题 CR， 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有可能被扭曲了吧？那可能只有 RC， 你确定你都有写到，最后一篇文章你都有写到，而且都好好判断。那可能就只有 RC 的部分是我们可以去针对性的去讲义里面复习 main idea 的题目怎么定位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怎么定位，怎么去作答。但是 SC 地方又不可信，为什么？因为只要有2道题，不管是你今天你在问卷里跟我讲说你有1道题被时间压迫只能猜，或者是你后面有3题没有写到题目，其中有 SC， 它都会让这边的数据被污染。所以在这个第4页里面，我们只有 RC 这边的弱点是可信的，其他2边我不建议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弱点来去针对性的复习，而是要所有东西都要去总结复习。当然我们就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想要最后没有时间，那你的没有时间是因为什么？当然就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最有可能是阅读速度。
不够快，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解题有些不够熟悉，其实应该是3个原因。第3个原因就是你并没有去严格做到停损的纪律。那关于这3个东西，我们分别给出重要的指标，你可以先去测测自己的阅读速度，用一篇你没有看过的 RC 中难度的文章去测验自己。看完一篇文章，把字数算出来，并且除上你阅读的时间，合格的速度应该是理解75%资讯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每分钟阅读150个字。如果还没有到这个标准的话，请你在下一次考试之前确定到这个标准才去考试，不然你无法控制 pace。另外，解题流程也要去训练稳定，用我们刚刚所推荐的这个素材，还有推荐的讲义。第3个就是，请你在考前7天一定要做到我们终结者所讲的第5阶段的动态停损的机制，并且去用模考的方式去训练自己，几分几秒就一定要停损。这前2个阶段很明显是没有在停损的，因为我们设定的时间可能只有 CR 你是在正常，可是我们设定的时间 RC 不可能花那么久 ，SC 也不可能花那么久 ，SC 再怎么样1分半就要走了，很明显你根本前面2个阶段你可能很多 SC 都要花了2分钟。请你第3个点就是去让自己能够训练好纪律再去上场，不然我不会建议上场。所以重新讲一次，阅读速度在每分钟150个字以上可以理解75%。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建议练习的题目至少到理过2遍。再来就是你要做到把每一题的时间控制在我们刚刚讲的范围之内。还有就是你要去在考前确定锻炼自己断舍离的停损纪律，让你的 pace 能够稳定在我们刚刚建议的17.5、17.5、15、15，不然你的分数永远都会被低估。那你说到 Dustin， 那我这次考试真实的实力在什么地方？就把真实的实力定义为没有时间压力之下，你用你自己非常充裕的时间来思考，用你所学到的东西、学到的观念来去判题，你会做到什么样的标准？那我们要怎么观察？很简单，我们把后面2个阶段去掉，因为后面2个阶段很明显是时间受到压迫的，而在前面2个阶段应该就是你比较没有时间控制限制，你放飞让自己做题的时间，对不对？前面2个阶段里面，其中第2个阶段的曲线在我们定义的地方，第2个阶段的这个曲线又比第1个阶段更有参考价值，因为你看第2个阶段的正确错误题目难度比较接近，比较熟练，代表你没有连对或连错，而且第2个阶段的正确率也比较接近，正确的题目跟错误的题目数量几乎是一样的，代表你在那个难度上上上下下挣扎，而不是说突然往上冲连对或连错。而这个地方在这截图上显示的大概是 verbal 27分到33分之间，错的题目是33的题目，对的题目是27分左右的题目，所以你真实的实力其实应该是 verbal 27到33。如果你今天数学有到50，你的时间控制有做好，停损又好好停损，这代表一件事，就是再怎么样低，你做对的题目也会让你 verbal 27搭配上数学50，你也会有650、660的成绩。如果再往上冲的话，可能还会有700的成绩。你真实的实力是在650到700之间，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考试完全不帮你现实，你用你真正的实力去做，会有这个成绩。但问题是你的做题速度没有办法去控制 pace，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你的问卷。第1道题 ABC 是不太寻常的考点，在1到9题的做题状况，我想到这个点，都解不出来有点乱，其实代表说你就是没有去执行停损纪律。如果遇到这个点，你也不要去乱，你就直接停损就好了。再来，在10到18题的地方，你说 CR 遇到 Buffett 期积累比较久，如果你觉得真的不会紧，就直接停掉，在设定好的时间就把它停掉，你都是没有在做停损，对不对？当然，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前面2个阶段是真实的实力，但是坏处就是你后面就是你就是真的有很多题目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无法去做，导致 GMAT 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你难的题目做错，简单题目做对，最后反而把你分数低估。只有第3个阶段开始加快速度，但实际上你应该是前面就应该要在每一题严格设计好停损的时间。如果你集中在某一个阶段疯狂赶时间的话，这个时候那个阶段里面的表现就会很差，你就会连续做错几个你原本应该要做对的题目，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分数直接往下掉。正常来说，应该是面对偶然出现的难题，我们主动去停准节省时间，而不是说好像去硬考难题，结果反而对你原本能做的题目节省时间，这是完全反常理的。你可以回去重看我算分模式的影片。那最后这个地方快速答题8到10题，加上直接猜的1到3题，再加上你没有写到的3题，所以是不是等于说你考试里面有一半的题目都没办法好好正常发挥？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份页上第4页的地方真的无法去参考。那我们来看这次考试的时间，你说在思考是不是要转考 GRE， 不确定念1个月能进步多少？我不是算命师，但是我必须要讲，你的问题不是转考 GRE 就会解决的。考 GRE 的话，它也是要考阅读跟逻辑，对不对？它也是要去考像填空等价这些东西，你还是要去思考，对不对？如果你的阅读能力不提升，速度不提升，如果你的解题的时候你的纪律停损没有做好，就算考 GRE 也是事情测验，结果也会差不多。所以不要把问题推脱成好像是 GMAT 这个考试的问题，其实根本来说就是阅读速度的问题，还有停损纪律的问题。原始的实力我们刚刚已经证明过了，是有到 verbal 27到33，不要把这个优势放弃了。好。那当然，我刚刚也回答到你的第4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回去考 GRE， 你要想1个月之内你背得了2000多个非常深难的单词吗？这个转换成本你可以承受吗？更何况你把时间花在这个转换成本上，但你的阅读速度没有提升，那最后还是不会成功。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换了考试好像一切问题逃避就可以解决了。做题量过小 ，tempo 不稳，你的速度不是因为做题的多少而决定的，而是阅读训练来决定的。所以你应该要去加强你的阅读能力、阅读速度，而不是说好像要写很多很多的题目。如果你说平常做题的 pace 在简单的题目上是 OK 的，可以训练到我们上课讲的时间，那考试的时候为什么会花那么长的时间？是不是代表说你的停损纪律没有做好？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点，为什么要去刷一些长难的句子？不需要。你应该是维持在低或中难度的题目，先把低或中难度的题目先稳定住，而不是去好像去挑战长难的题目。这个考试里面它其实并没有给你高难度的题目，它都还是给你中难度的题目，但是你的停损纪律没有做好，就导致你整个时间会失控。我觉得部分还是建议花3分之一的时间准备。那以我这边看来，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话，我不会选择转考，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跟考试的形式没有关系，GRE的时间也一样紧凑，也一样需要阅读能力跟逻辑能力。如果我是你，我会知道我自己准备计划里面最根本的点，其实是我给自己只剩1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的能力不一定只能花1个月的时间来补强，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重新规划你的整个申请的 deadline。如果不是重新规划，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我赶快去考试，你也可以说尽快考好几次试，就是赌那个几率。可是我必须要说，最后没有达标的几率是相当大的。就好像艺人纳豆要去打馆长，就给自己2个礼拜时间训练，然后一直去练前期技巧，最后体质不够好，那你也只能凭乱拳打死老师傅，对不对？但是这几率很大嘛，不很大嘛。所以要么就是我们不打馆长了，我们打外一个人。可是你说打巨石强森，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啊，对吧？GRE 跟 GMAT 不都一样吗？除非你说我打小学生，打小学生真的很好，可是问题是，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嘛，对吧？所以你不是应该要，反而是跟馆长延期说，好，我现在好好的把底子练好，我再去学后续的技巧，再回来去加强。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好，希望这一次的建议对你有帮助。OK， 好，以上。